前世家族晚会中，我被迫把爷爷奖励给我游艇让给同父异母的妹妹，我只能够无奈接受了10台小型发电机。可没有想到极寒末日降临，全球供电陷入困难。不仅如此，整个世界还发生了恐怖的丧尸潮。妹妹原本想靠着游艇逃生，可没想到最后极寒狂潮竟然让世界的海面都凝结成冰。最后妹妹被冻在海面中动弹不得，被丧尸群活活咬死。而我则是依靠着这几台小型发电机获得了大量的财富。但是不久之后，我因为这10台发电机被人觊觎，最后不仅是财产被洗劫一空，连人也被他们扔进丧尸潮活活咬死。再次睁眼，我又回到了年会宴抽奖，发现妹妹江蓉正峥嵘怨恨嫉妒的眼神瞪着我，眼神里毫不掩饰的对我的恨意和愤怒。看来他也重生了。这一世他还是抽到了10台小型发电机，但他表现得异常开心，所有人都以为他是太失望，精神失常了。只有我知道，他是知晓了游艇在末世几乎没有任何作用，反而发电机才是刚需的秘密。我爸江正国还有我的后妈都围着江蓉。蓉蓉，你怎么了？是不是不高兴？没关系，你姐姐会把游艇让给你的。妈，我没有不高兴，我很高兴啊，这可比游艇实用多了。所有人都用看傻子的眼神看着他，我爸的脸都黑了。胡闹，那是一艘游艇，你知不知道值多少钱？发电机才几个钱？我就要发电机。江蓉把提货单死死抱在怀里，好像生怕谁跟他抢。我看着他，心里觉得好笑。他以为他拿到了通往末世的 VIP 门票，却不知道那几台发电机上辈子也成了我的催命符。东西太好，守不住就是祸害。爷爷拄着拐杖走过来，他脸色很不好看。游艇是他特意奖励给我的。江宁，你要是想要发电机，就跟蓉蓉换。他的语气里带着一些威胁。我还没开口，江蓉就尖叫起来：不换，我不换，我就要这个。他那副样子让所有人都相信他是因为没抽到大奖，受刺激疯了。后妈赶紧拉住他，让他别再丢人。江蓉甩开他的手，得意地看了我一眼。他走到我身边，用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江宁，上辈子你靠发电机过得那么舒服，这辈子轮到我了，你就抱着你那艘破船在海上冻死吧。我没说话，只是把游艇的文件袋拉链拉好。我甚至懒得看他一眼，直接转身走出了这个让我恶心的家。外面空气很冷，我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喂，是张叔吗？我是江宁，电话那头是爸爸以前的司机，后来自己出去单干了。大小姐，有什么事吗？张叔，你认不认识改装船的人？要最好的，能破冰的那种。张叔愣了一下。大小姐，你问这个干嘛？那种船可都是大家伙，花钱跟烧纸一样。钱不是问题，我有一艘游艇停在滨海港，我要把它改成一艘能在冰上开的船，要快，多少钱都行。挂了电话，我立刻开始操作第2步。我打开手机银行，把我名下所有的理财产品全部赎回，又把爷爷前几年送我的几套公寓挂到了二手房网站上，价格标的比市价低了2成。3天后，房子和理财的钱全部到账，加上我手里原有的积蓄，一共1200万。一拿到船，我立刻开始着手改造。我联系了全国最好的船舶改装公司，以一个富家小姐想环游世界，但极度怕死为理由，用10倍的价格让他们对我的游艇进行改装，并要求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我把船的外壳全部换成了特种钢板，能抗住撞击，所有的舷窗都换成了防弹玻璃，外面还加装了可以通高压电的钢丝网，丧尸只要敢爬上来，就能被变成焦炭。船头加装了巨大的破冰手，船尾的螺旋桨也用钢罩保护起来。船门改成了潜艇用的那种水密门，需要密码和指纹才能打开。工人们看到这个设计图都傻了，说我这不是在改游艇，是在造一艘准备打仗的怪物。我直接把现金拍在桌上，让他们别废话，赶紧干活。看到钱，所有人都闭上了嘴，手里的工具用的都快冒烟了。改装完成后，我又采购了一套大型海水淡化系统和好几台大功率柴油发电机装在船上，解决水源和电力问题。我甚至花重金请了退役的工程师，在船顶铺满了太阳能发电板和蓄电池组。同时，在船的桅杆和四周，我装了12个高清摄像头，保证我在船舱里能看到周围360度所有的情况。但我又面临了新的问题，船上的仓库就那么大，装不下太多的物资，尤其是柴油。这艘钢铁巨兽一旦没有能源，在冰封的海面上就是个铁棺材。我坐在船长室里，烦躁地咬着手指，一不小心把手指咬破了，血滴在了操作台上。叮！突然，我的脑海里响起一个声音：恭喜宿主解锁末日堡垒系统，因完成船体改造，系统奖励无限仓储空间。船舱最底层的一个隔间突然出现了一个入口，里面是一个可以无限存放物资的空间。我立马掏出卫星电话，开始疯狂下单，几万吨柴油、成箱的压缩饼干、自热食品、罐头、脱水蔬菜堆成了一座小山。我还准备了足够用几10年的药品、抗生素和绷带，当然还有女性必须的生活用品。这些东西足够我在船上舒舒服服地过完一辈子。最后，我花光了剩下的钱，联系了国外的渠道，买了一批武器、弹药和防弹衣，保证自己将来面对丧尸和抢劫的人有还手的能力。时间来到末日前最后一天，我站在驾驶室，看着无限仓储空间里堆满的物资，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包裹着我。我开始查看监控，船停在港口，周围一切正常，码头上人来人往，一片平静。正当我准备关掉监控时，我发现码头边上正有一个穿着码头工人制服的男人，死死盯着我的船，他的眼神
就算是隔着上百米，我都能感觉到里面的凶狠和贪婪。我心里咯噔一下，末日还没来，但人性的险恶已经提前上演了。我立刻启动发动机，不等天亮，直接开船离开了港口，向着茫茫大海驶去。但真正的危机才刚刚开始。离开港口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下来。路过一片仓储区，我意外地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江荣正叉着腰，指挥着工人把一台台崭新的发电机用叉车送进一个租来的仓库里。他看到了我的车，冲我扬了扬手里的仓库钥匙，嘴角的弧度像是在说：“看见没，末日的硬通货都在我手里。”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又看了看那个薄薄的卷帘门仓库，真可怜。他甚至不知道，上辈子我的发电机就是被一群幸存者用一根撬棍撬开门抢走的。我连减速都懒得减，一脚油门，车子从他面前呼啸而过。这是我最后一次踏上陆地，我把车直接开进船的货舱里，然后升起了唯一的入口。从这一刻起，这艘船就是我与世隔绝的孤岛。我走到一个用钢板焊死的船舱门口，输了密码，打开厚重的舱门，里面是整齐码放的箱子。这一天，天色变得很快，中午还只是阴天，到了下午，气温降得吓人，我呼出的气在空气里变成了白雾。船舱外的监控显示，码头上的人们都行色匆匆。我的卫星电话响起，屏幕上是新闻推送的紧急预警：史上最强寒流今晚抵达，局部地区降温将超过40度。电视里，专家还在分析，说这只是极端天气。我知道，这不是，这是开始。我冲进驾驶室，看着监控屏幕里码头边的水面，一层薄薄的冰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岸边向外蔓延。不能再等了，我爸又打来了电话，我直接按断关机。我坐上驾驶位，深吸一口气，按下了主机启动按钮。船身猛一震，整个钢铁堡垒仿佛从沉睡中苏醒。我看着操作台上的几个按钮，那是改装时特意加装的电动缆绳脱钩器。我依次按下，随着几声沉重的金属脱扣声，固定着船身的缆绳自动松开，掉进了水里。我握住操纵杆，缓缓向前推动。公主号，现在应该叫堡垒号了，像一头钢铁巨兽，笨拙但坚定地离开了它停靠了数年的港湾。船刚驶出港口，所有的公共通讯信号就都中断了。城市里的灯光在风雪里变得模糊不清，然后一盏一盏的熄灭。我回头看了一眼那片陷入黑暗的陆地，江荣这时候应该正守着他的发电机，和我的好父亲、好后妈一起，等着靠那些铁疙瘩在末日里当人上人吧。他不知道，当城市电力系统彻底瘫痪，所有的秩序都会消失。到那个时候，他仓库里的那几台发电机不是希望，是引来饿狼的血肉。雪花开始往下砸，大片大片的雪瞬间就糊满了驾驶室的防弹玻璃。整个世界好像只剩下我这艘孤独的船和无尽的黑暗。我打开一罐热咖啡，看着窗外，心里没有恐惧，只有一片冰冷的平静。我给自己煮了一份意面，再开了一瓶红酒，温热的酒喝下去，上辈子那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寒意才终于被驱散了一点。我吃完面，然后从武器库里拿出一把手枪，熟练的拆开、检查、上油，再组装回去。做完这一切，我定了一个闹钟，然后靠在船长椅上睡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我被闹钟吵醒，外面安静的可怕。我看向监控屏幕，愣住了，雪停了，还没了。入眼之处是一片望不到头的白色平原，海面已经完全冻结成了冰层，在初升的微弱的阳光下反射着惨白的光，整个世界就像一个巨大的被遗弃的溜冰场。我打开了船上的大功率探照灯，光柱像一把利剑，刺破了黎明的昏暗。我看到了远处一艘比我的船小一些的豪华游艇被冻在了冰面上，游艇上有几个人影在疯狂地挥手。我没有理会，我启动了发动机，将操纵杆缓缓前推。堡垒号的破冰手带着千钧之力压在了厚实的冰面上，冰层发出了让人牙酸的碎裂声，一道巨大的裂缝从船头向前延伸出去，船在冰上开动了。堡垒号像一头钢铁巨兽，无可阻挡。那艘游艇上的人显然也看到了我这艘能在冰上走的怪物，他们更加激动了。一个穿着貂皮大衣的女人指着我的船，对旁边一个男人大喊着什么。我打开了远程拾音器，快让他们停下，让他们救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有钱，多少钱都可以。一个男人拿着一个大喇叭冲我的方向喊话：前面的船停下，我们是天华集团的，救我们，钱不是问题。天花集团，我冷笑一声，上辈子就是这个天花集团的公子哥，为了抢我手里的一箱压缩饼干，打断了我的腿。我没有回应，只是保持着速度，从他们旁边几十米远的地方开了过去。你他妈的没听见吗？站住，你会遭报应的。各种叫骂声通过拾音器传了过来，不堪入耳。我关掉了声音。报应，上辈子我的报应还不够多吗？就在这时，监控屏幕的一个角落里出现了一些黑点，那些黑点正在快速移动，从已经变成一片死城的城市方向朝着游艇这边过来。我放大了镜头，是丧尸，他们在冰面上奔跑，速度比在陆地上还快。游艇上的人也发现了，他们发出了惊恐的尖叫，开始疯狂地拍打着船舱门，想要躲进去，但没用，游艇的门在极寒中被冻住了，根本打不开。第一个丧尸扑到了游艇边上，他踩着一个被冻在冰里的尸体，轻松地翻上了甲板。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惨叫声、啃食声透过冰面隐隐传来。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屏幕上的血腥画面，这就是末世，对别人心软就是对自己残忍。我的船继续向前，碾碎冰层，发出规律的轰鸣。突然，我看到一个浑身是血的人从游艇上跳了下来，他疯了一样朝着我的船跑过来，一边跑一边挥舞着手臂：救我，救救我！他的身后跟着7、8个丧尸。我皱了下眉，我不想让这些东西靠近我的船。我走到武器操作台，解锁了一挺装在船
船头的机枪，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准星，我把准星套在了那个男人的身上。但我对准的并不是那个男人，而是他身后的丧尸。我不想救他，但更不想惹麻烦。我按下了发射按钮，火枪从船头喷出，子弹在冰面上打出一连串的白点，精准地扫过了那几个丧尸的脑袋，丧尸应声倒地。那个男人愣住了，然后脸上露出狂喜的表情。他以为我是要救他，跑得更快了。我通过广播说别过来，男人愣住了，因为他看到远处更多的黑点出现了，成百上千的丧尸被枪声吸引，正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我没有再看他一眼，推动操纵杆加大了马力，堡垒号破冰的速度猛然加快，身后是绝望的呼喊和丧尸的嘶吼。我头也没回，极寒漠视，我只信我船上的钢铁和手里的武器，创飞一切挡路的东西，就是我的生存法则。丧尸的嘶吼声很快就被我甩在了身后。堡垒号就像一头孤独的钢铁鲸鱼，在白色的冰原上开辟出一条黑色的水道，水花被翻上来，又很快在零下几十度的空气中凝结成冰晶，落在船舷上。我打开了海图，上面密密麻麻标注着我前世的记忆，哪里有被遗弃的军港，哪里有沉没的货轮，哪里有藏着物资的孤岛。我的第一个目标是渤海湾深处的一座秘密潜艇基地，上辈子在末世爆发初期那里就被废弃了，但里面遗留的东西对我而言至关重要，鱼雷和潜射导弹。有了那些大家伙，我的堡垒号才算是真正有了獠牙。航行是枯燥的，除了发动机的轰鸣，整个世界一片死寂。为了打发时间，我开始整理我的无限仓储空间，里面物资堆积如山，我一点点把它们分门别类，食物区、燃料区、药品区、武器区、生活用品区，甚至还有一个娱乐区，里面堆满了各种书籍、电影和游戏机。我还在船上给自己搞了一个小小的健身房，保持体能是活下去的基础。几天后，海图显示我已经接近了目标海域，我放慢了船速，更加仔细地观察着周围。基地的入口非常隐蔽，在一个被山体环绕的海湾里，从外面看就是一堵普普通通的岩壁。我按照记忆中的坐标找到了那个位置，入口被一道厚重的伪装成岩石的防爆门封锁着。上辈子有幸存者团队发现了这里，但他们用了几个星期都没能打开这扇门，但只有我知道方法。这扇门有一个紧急的物理开启装置，藏在附近的一处水下。我换上了特制的防寒潜水服，通过船底的一个跃池，潜入了冰冷刺骨的海水里。水下的世界一片黑暗，只有我头顶的探照灯能照亮一小片区域。我在水下摸索了很久，终于在一个珊瑚礁下面找到了那个覆盖着厚厚伪装的金属盖子。我费了9牛2虎之力才把它掀开，露出了里面的一个手轮阀门。我用尽全身力气转动了阀门，随着一阵沉闷的机械搅动声，我身后的那堵岩壁开始缓缓向内侧开启，露出了一个漆黑的巨大洞口。我游回船上，脱掉潜水服，然后开着堡垒号小心翼翼地驶入了潜艇基地。基地内部很大，像一个巨大的地下溶洞，几艘已经拆掉核心部件的退役潜艇安静地停泊在船坞里。我把船停好，背上一把步枪，开始探索。这里和我记忆中的一样，我在弹药库里找到了我想要的东西，整齐码放的鱼雷和导弹，闪烁着冰冷的金属光泽。虽然我的船没有专门的发射装置，但经过简单的改装，总有办法把它们用出去。除了武器，我还找到了大量的军用口粮、柴油、备用零件，甚至还有一个小型的医疗中心，里面的药品都还保存完好。我把所有能用的东西全部搬运到了我的无限仓储空间里。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我听到了声音：救命！有没有人？声音很微弱，是从基地深处的一个通风管道里传来的。我皱了下眉，端着枪循着声音找了过去。在一个布满灰尘的杂物间里，我看到了一个被反锁在铁笼子里的人，是个男人，很年轻，看起来20岁出头，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斯斯文文的，但身上穿着一件不合身的白大褂，上面沾满了血污。他看起来虚弱到了极点，嘴唇干裂，看到我，眼睛里爆发出求生的光芒。救救我！我没有靠近，用枪指着他：你是谁？怎么会在这里？我是这里的实习研究员，叫李默。末日爆发的时候，我的导师把我关在了这里，他自己跑了。研究员？研究什么的？低温病毒，就是这次的丧尸病毒。我的导师，他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之一。我的瞳孔猛地一缩，我看着他，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人，在我眼里突然变成了一个比鱼雷和导弹更珍贵的宝藏。上辈子人类直到灭亡都没搞清楚这病毒到底是怎么回事，而现在一个参与者就活生生的在我面前。你能治好这个病毒吗？林默苦笑了一下。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导师在逃走前带走了一样东西，他说那是唯一的钥匙。我看着笼子上的锁，那是一把很复杂的电子锁，救它可能会带来未知的麻烦，不救它，它掌握的信息可能关系到人类的未来。我思考了几秒钟，然后我抬起枪对准了锁芯，一声枪响，电子锁被打得粉碎。林默愣愣地看着我，我收起枪，我救了你，从现在开始你的命是我的，上我的船给我干活。林默扶着笼子站起来，他看着我，又看了看我身后那艘如同钢铁堡垒般的破冰船，重重地点了点头。我把林默带回了船上，他看到船舱里温暖明亮的环境，看到有干净的水和食物，眼睛里是那种劫后余生的恍惚。我没管他，扔给他一套干净的衣服和一碗自热米饭，我则回到了驾驶室，开始给堡垒号进行新的改装。我在船体两侧用机械臂和仓库里找到的钢材临时焊接了2个简易的鱼雷发射导轨。导弹的改装比较麻烦，我暂时没动。等我忙完这一切，林默已经站在驾驶室门口，有些拘谨地看着我。谢谢你救了我。我说了，你的命是我的。我头也不回地盯着监控屏幕，我需要你做的就是把你脑子里所有关于病毒的东西都告诉我。林默走到我旁边，看着屏幕上无尽的冰原。这种病毒我们内部代号叫冰核，它不是通过空气传播，而是通过一种特殊的超低温粒子。
寒流只是它的载体。所以只要温度足够低，它就会一直存在。是的，而且它会不断变异。最开始的感染者只是行动迟缓、没有思维的活死人，但根据我导师的理论模型，随着时间推移，病毒会促进宿主进化，他们会变得更快、更强，甚至会重新拥有智慧。我握着操纵杆的手紧了一下。上辈子我只见过跑得飞快的丧尸，没见过有脑子的，那已经是人类无法抵抗的了。如果丧尸有了智慧，那会是怎样一幅地狱景象？那你导师带走的钥匙到底是什么？我问出了最关心的问题。是一个便携式冷冻箱，里面装着冰河病毒的原始毒株，还有他的所有研究数据。他说要去北方，去一个更安全的研究基地。他认为只有在绝对0度的环境下，才能彻底解析病毒的结构。我打开了海图，看向地图最北端的区域北极圈。那里确实有一个传说中的多国联合科考站，代号方舟，据说防御等级堪比军事要塞。看来我的下一个目标有了。我把船驶出了潜艇基地，重新回到了冰封的大海上。有了林默，我对这个末世的了解不再是上辈子那些道听途说了。我们开始向北航行，一路上的见闻印证了林默的说法，冰面上的丧尸明显比刚开始时要灵活得多，他们甚至会3、5成群的行动，像狼群一样捕猎那些零星的幸存者。有一次，我们路过一座被冰封的海滨城市，城市里密密麻麻全是丧尸。更可怕的是，在城市中心最高的一栋楼顶上，我通过望远镜看到了一个与其他丧尸截然不同的身影，他就那么静静地站着，没有像其他丧尸一样漫无目的的嘶吼，只是冷冷地看着我的船。尽管隔着几十公里，我依然感觉脊背发凉。那就是进化体，它在观察我们，在评估我们。我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加大了马力，全速离开这片海域。几天后的一个深夜，刺耳的警报声突然响彻了整个船舱。我和林默同时冲到了声纳屏幕前，一个巨大的红色光点正在水下以惊人的速度向我们逼近。是潜艇吗？不，速度太快了，而且它的声纳信号不是金属，是生物。我立刻切换到水下监控，在探照灯的光柱下，一个庞大的无法用语言形容的阴影从深海中一闪而过。它像是一条鲸鱼，但体型比蓝鲸还要大上几圈，身体表面覆盖着一层诡异的像是甲壳的东西，在它的背部还长着几根发着幽幽蓝光的巨大触手。是深海种病毒也感染了海洋生物。船身猛地一震，像是被什么东西从下面狠狠撞了一下。警告！船体右侧受损，海水倒灌。我冲到操作台，一把拉下了几个电闸。正在封闭受损区域水密门，船身的震动停止了，但警报声依旧刺耳。他把我的船当成食物了。他会一直撞我们，直到把船撞沉。那就让他尝尝这个。我冲到武器控制台，解锁了右侧的鱼雷发射导轨。林默，到他的位置就在我们正下方，他在绕圈。我看着水下监控，那个巨大的阴影再次出现。就是现在，我按下了发射按钮，船身侧下方，一枚鱼雷拖着白色的气泡轨迹，如离弦之箭般射了出去，精准地扎向了那个庞大的身影。一声来自水下的沉闷巨响，整艘船都被巨大的冲击波向上抬起了1米多高。我和林默死死抓住固定的扶手，才没被甩出去。声纳屏幕上那个巨大的红点瞬间爆成了一片散乱的信号，然后慢慢消失。水下监控里一片浑浊，什么都看不清，只能看到大片大片的黑红色液体在翻涌。过了好久，海面才重新恢复平静。我看着监控，长长的出了一口气，解决了。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擦了擦额头的冷汗，咧嘴一笑，一个只想好好活下去的人。我看着北方，眼神坚定，不管是丧尸还是怪物，都别想挡住我的船。击退了深海巨兽，但堡垒号也受了不轻的伤，右舷底部的外层钢板被撞出了一个大口子。虽然水密门及时封闭，阻止了海水涌入，但船的航行平衡受到了影响。我和林默花了2天时间，利用船上的简易维修设备和备用钢板，进行了一次水下紧急修复。林默虽然是个研究员，但动手能力不差，脑子也聪明。在他的帮助下，我们总算勉强堵住了那个口子。只是应急措施，想要彻底修复，必须进船坞，不然承受不住下一次撞击。我点点头，看着海图，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大型船坞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那是一个巨大的军港，但现在肯定也已经被丧尸占领。去还是不去？去意味着巨大的风险，不去，这艘船就是个瘸腿的铁棺材。在茫茫冰海上，遇到任何意外都可能船毁人亡。准备武器，我们去海参崴。堡垒号调整航向，朝着那座曾经繁华的港口城市驶去。与此同时，在几百公里外的另一片冰原上，一辆由重型卡车改装而成的像一栋堡垒般的房车正停在一座被废弃的小镇边上。姐，你可真够狠的啊！自己躲在铁壳子里，就看着别人去死。蓉蓉，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带来的食物快吃完了。哭什么哭？烦死了！江荣不耐烦地吼了一句，关掉视频，站起身，走到车窗边。窗外10几个穿着统一制服的男人正在清理着小镇上的丧尸，他们动作利落，配合默契，显然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一个身材魁梧、留着络腮胡的男人走了过来。大小姐，这个镇子清理干净了，找到一些罐头和水，但不多。他叫黑豹，是我父亲曾经的保镖队长，现在是这支队伍的头。我爸呢？老板还在后面的车里跟那几个幸存者头目开会。江荣皱了下眉，脸上闪过一丝厌恶。末日降临，
它的发电机确实成了硬通货。靠着这些东西，我那个好父亲迅速收拢了一批幸存者，组建起了一支不小的势力。他们一路从南向北，靠着搜刮沿途城镇的物资为生。但江荣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他的目光落在了平板电脑上那艘破冰船的影像上。那才是真正的末日堡垒，有无限的物资，有强大的武器，可以在这个冰封的世界里横行无忌。凭什么？凭什么这些都归那个贱人所有？嫉妒和恨意像毒蛇一样啃噬着他的心。黑豹，你过来，我让你查的事情怎么样了？查到了，根据我们找到的一些线索，还有幸存者的目击报告，那艘船好像在往北走，目的地很可能是海参崴的军港船坞。船坞？他去那里做什么？船可能受损了，需要维修。维修？那就意味着那艘船会停下来，意味着那个坚不可摧的铁壳子会暴露出它的弱点。姐，你抢走了我的一切，现在该轮到我还给你了。他转过身对黑豹下令，通知所有人，我们也去海参崴。另外，把我爸保险柜里那几箱礼物带上。大小姐，那些东西老板说了，是最后的底牌，不能轻易。让你去就去，出了事我担着。是。黑豹不敢再多问，转身离去。江荣重新拿起平板，看着我的照片，用手指在上面狠狠划过，仿佛要穿透屏幕，撕碎我的脸。这一次，我要让你连船带人一起沉到滨海最深处，永世不得翻身。我不知道江荣的复仇计划正在悄然逼近，此刻我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眼前这座死寂的城市海参崴。堡垒号停在距离港口几公里外的冰面上，像一头潜伏的巨兽。我通过高倍望远镜观察着码头的情况，和我预想的一样，这里已经彻底沦陷，密密麻麻的丧尸在码头和街道上游荡，数量比我之前见过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多。港口里，几艘大型货轮和军舰被冻在原地，甲板上布满了暗红色的血迹和残缺不全的尸体。我们怎么进去？杀进去。我的计划很简单，也很粗暴，利用堡垒号的破冰能力和船头机枪，在丧尸群中强行开出一条路，直接冲进最大的那个船坞里，然后立刻升起船坞的闸门，将丧尸隔绝在外。这是唯一的办法。把船上所有的机枪都挂在到船头和船舷两侧，弹药箱直接堆在旁边，保证无限火力。林默虽然觉得这个计划太过疯狂，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去执行。他已经习惯了我的行事风格。准备工作花了1个小时，我深吸一口气，坐回驾驶位，握住了操纵杆，坐稳了。我将发动机功率开到最大，堡垒号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如同一头发怒的公牛，朝着港口猛冲过去。厚实的冰层在破冰手下被轻易碾碎，巨大的钢铁船身带着无可阻挡的气势，撞上了码头的边缘。水泥浇筑的码头被硬生生撞开一个缺口，无数丧尸被这股巨力掀飞，掉进冰冷的海水里。丧尸群被这突如其来的闯入者惊动了，如同被捅了的马蜂窝，黑压压的朝着我的船涌了过来。开火！我一声令下，林默按下了机枪的总开关，安装在船头的6挺重机枪同时喷出火舌，密集的子弹形成了一道死亡弹幕，将最前排的丧尸成片成片的扫倒。子弹打在丧尸身上，爆开一团团黑色的血雾，他们的身体被打得支离破碎，但后面的丧尸却毫不在意地踩着同伴的尸体继续往前冲。堡垒号在弹幕的掩护下，缓慢但坚定地向着船坞的方向推进，船身碾过水泥地，碾过丧尸的尸体，发出令人牙酸的咯吱声。我全神贯注地操控着船，同时还要分心观察四周。左边有一群速度很快的，我立刻切换监控，看到一群明显进化过的丧尸，他们四肢并用，像猎豹一样在建筑间跳跃，速度快得惊人。我调转一挺机枪的射击角度，对着他们进行点射，子弹追着他们的身影，在墙壁上打出一连串的火星。不行，他们太灵活了。几只进化丧尸躲开了弹幕，已经冲到了船舷边，他们扒着船身的钢板，试图往上爬。用那个……林默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我的意思。他冲到旁边一个控制台，用力按下一个红色的按钮。一道蓝色的电弧瞬间从船舷两侧的防御网上爆开，那几只正往上爬的进化丧尸被高压电击中，浑身抽搐着冒出黑烟，像被烤焦的虫子一样掉了下去。这是我早就准备好的防御措施，高压电网。堡垒号就像一个浑身长满了刺的钢铁豪猪，在尸潮中艰难的前进，距离目标船坞还有最后500米，但丧尸的数量实在太多了，无穷无尽，仿佛整个城市的丧尸都被吸引了过来。机枪的枪管已经打得通红，再这样下去，不等我们冲进船坞，武器就要先过热报废了。就在这时，一声尖锐的嘶鸣突然从城市深处传来，所有的丧尸，包括那些进化体，动作都猛地一顿，然后像是接到了某种指令，居然停止了攻击，潮水般向后退去。码头上出现了一片诡异的真空地带，我和林默都愣住了，怎么回事？我的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不安。我将望远镜的焦距拉到最远，看向嘶鸣声传来的方向，在一栋废弃大楼的楼顶，我看到了她，那是一个女性形态的丧尸，但她和别的丧尸完全不同。她穿着一身破烂的连衣裙，皮肤是病态的惨白，但身形完整，没有一丝腐烂的痕迹。他的眼睛是深不见底的黑色，闪烁着冰冷的不属于人类的智慧光芒。他就那么静静地站着，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我的船，仿佛一位君王在审视自己的领地。是首领级的进化体，
他能控制狮群。我头皮发麻，这就是林默说的拥有智慧的丧尸吗？他为什么让狮群停下？他想做什么？没等我思考出答案，那个女丧尸动了，她张开嘴，再次发出那种尖锐的嘶鸣。这一次不是命令，而是攻击信号。她脚下的大楼墙体突然开始剧烈震动，无数的水泥块和钢筋开始剥落，然后诡异的悬浮在空中，对准了我的船。他在控制物质，这是念动力。快走！我们挡不住的。不用他说，我也知道。我猛地将操纵杆推到底，堡垒号的发动机发出超负荷的悲鸣，用尽最后的力量撞开了船坞那扇脆弱的铁栅栏门，冲了进去。在我冲进船坞的瞬间，我按下了旁边的闸门关闭按钮，厚重无比的钢铁闸门开始缓缓落下。就在闸门即将关闭的最后一秒，我看到那漫天的水泥块和钢筋如同流星雨一般呼啸着向我砸了过来。在闸门彻底关闭的前一秒，无数水泥块和钢筋如同炮弹般砸在了船尾和甲板上。驾驶室里，警报声响成一片，红灯疯狂闪烁。警告：船尾甲板严重受损。警告：液压系统压力异常。警告：侦测到多处结构性损伤。我和林默被震得七荤八素，要不是有安全带，恐怕早就飞出去了。船坞的闸门终于完全落下，将外面那个恐怖的世界彻底隔绝。持续不断的撞击声停了下来，但我的心却沉到了谷底。船尾甲板被砸得一片狼藉，到处是坑洞和扭曲的钢板，一台机枪被直接砸成了废铁。更糟糕的是，尾舵和螺旋桨似乎也被飞溅的碎片卡住了。完了，船动不了了。我们被困住了，困在了一个被尸王和无尽尸潮包围的船坞里。那个拥有念动力的女丧尸砸开这扇船坞大门只是时间问题。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我们先检查船坞的设备。我命令道：没用的，就算能用，修复也需要时间。外面那个东西不会给我们时间的。闭嘴！不想死就去干活。我的吼声让他镇静了一些，他看了我一眼，不再说话，默默地拿起工具箱，走出了驾驶室，开始检查船坞里的设备。我则开始全面评估船只的受损情况，计算修复所需的时间和材料。情况比我想象的更糟，尾舵的传动轴断了，修复起来非常麻烦。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船坞外死一般的寂静。那只女丧尸王似乎并没有立刻发动攻击，这反而让我更加不安。她在等什么？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通讯请求突然出现在了我的屏幕上，是一个陌生的加密频道。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通了。江宁，别来无恙啊！你是谁？一个想帮你，也想帮自己的人。我知道你被困在船坞里了，也知道外面有个厉害的家伙正盯着你。你想怎么样？合作。我知道你船上有个叫林默的研究员，也知道你们想去北方的方舟基地。巧了，我们的目标也是那里。我的心猛地一沉，对方不仅知道我的名字，还知道林默，知道我的目的地。他们到底是谁？一直在监视我？我们就在海参崴城外，我们有足够的人手和火力，我们可以帮你解决外面的麻烦，甚至帮你修复船只。作为交换，你要带我们一起去方舟。我怎么信你？你没得选，或者你可以选择留在这里，等着被那个女丧尸撕成碎片。这是一个陷阱吗？很有可能，但对方说的对，我没得选。船坞的主电力系统还能用，龙门吊也能启动，只要有材料，我们也许能自己修复尾舵。这个消息让我下定了决心。我答应你们的条件，但你们要先证明自己的诚意。船坞的东南方向有一个备用材料仓库，我需要里面的 T7 型高强度合金钢板和液压传动轴。把东西送过来，我就开门。对方沉默了几秒钟。成交，1个小时后等我们消息。通讯再次中断，接下来的1个小时是我重生以来最漫长的等待。我不知道这群神秘人到底是谁，更不知道他们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突然，船坞外传来了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我立刻切换到外部监控。只见在城市的东南方向，一支车队正朝着我所在的船坞高速冲来，为首的是一辆如同移动堡垒般的改装重卡。无数的丧尸从街道两旁涌出，扑向车队，但都被车上强大的火力撕碎。是他们真的在攻击狮群。但很快我就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那只女丧尸王只是冷冷地站在楼顶，并没有出手，甚至没有指挥低级丧尸去围攻，仿佛是在看戏。而那支车队的目标似乎也不只是仓库。不好，我突然反应了过来，他们的目标是我，仓库只是个幌子。他们想趁着和狮群交火的混乱，直接冲到船坞门口，逼我开门。而那个女丧尸王，她和这伙人是一伙的，或者说他们达成了某种协议。就在我明白过来的瞬间，那辆重卡的车顶一个暗门划开，露出了一个黑洞洞的炮口。那不是普通的火炮，我在我父亲的武器收藏室里见过，那是专门用来攻坚的。是铝热剂燃烧弹，快躲开！它能融化钢板。炮口闪过一道火光，因为拖着尾焰的炮弹以惊人的速度朝着船坞的闸门呼啸而来。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完了！而就在这时，在那辆重卡的后方，一辆不起眼的越野车里，江荣正拿着一个军用望远镜，脸上带着扭曲而快意的笑容。姐，游戏结束了。铝热剂燃烧弹撞在船坞的钢铁闸门上，爆开一团刺眼至极的白光，恐怖的高温瞬间释放，厚达半米的钢板像是黄油一样开始融化、扭曲、变形。
闸门被攻破了，透过那个被溶穿的大洞，我能看到外面黑压压的尸群，以及那辆已经冲到门口的重型卡车。江宁，开门，不然下一发就直接打在你的船上。原来是她，我那个好妹妹，她居然和丧尸王联手了，可笑！我从不欠她什么，更不欠那个所谓的家什么。别开门，他们进来了，我们都得死。我当然知道不能开门，但不开门，那辆重卡上的炮口还对准着我们，他们随时可以再来一发。而堡垒号现在就是个动弹不得的靶子，怎么办？就在这时，我注意到了船坞顶部的那个巨大的龙门吊。林诺，看到那些箱子吗？用龙门吊把它们吊起来，越多越好，全部给我堆到闸门口。这是要用集装箱当临时的墙壁，堵住缺口。好，不开门是吗？好，黑豹，给我轰了那艘船。大小姐，老板说了，那艘船要完整的。让你轰就轰，出了事我负责。太慢了，来不及了！我死死地盯着外面那黑洞洞的炮口，心脏狂跳。就在我以为自己要和堡垒号一起被溶穿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直站在远处楼顶看戏的那个女丧尸王突然动了，她抬起手，对着江荣的重卡嘘嘘一握。江荣和他的手下显然也没想到这个盟友会突然翻脸。女丧尸王没有停手，她眼神冰冷，手臂一挥，停在港口的一艘废弃军舰上。一门早已生锈的舰炮炮塔竟然自己缓缓转动了起来，对准了江荣的车队。是那个丧尸王，他攻击我们了！快撤！快撤！我看着监控画面，也完全愣住了。为什么？那个女丧尸王为什么要帮我？她不是和江荣一伙的吗？难道从一开始他们就不是合作关系？女丧尸王只是在利用江荣的队伍来试探我的底细，或者她只是单纯的觉得江荣这群蝼蚁没有资格在她面前动用那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不知道答案，我只知道这是一个机会。林诺，快！龙门吊加快了速度。第一个集装箱重重地落在了闸门口，堵住了大半个缺口。第二个、第三个，外面的战斗还在继续。江荣的车队在女丧尸王的念动力和舰炮的攻击下溃不成军。终于，最后一个集装箱堵住了闸门所有的缺口。总算堵住了，我们暂时安全了。我看着监控里，心里没有一丝劫后余生的喜悦，只有更深的寒意。我惹上了一个比江荣、比狮群更可怕的存在，他盯上我了。必须尽快修好船，离开这里。这个城市是那个女王的猎场，而我不能成为她的猎物。外面的世界暂时与我们无关。我看着监控屏幕上江荣那支狼狈逃窜的车队，在女丧尸王的戏耍下，不断有车辆被掀翻，燃起大火。我的后妈李琴，还有我的好妹妹江荣，现在应该就在其中一辆车上，吓得屁滚尿流吧？活该！我们怎么办？等他们走了，我们再出去。不，现在轮到我们了。什么？我没解释，径直走向了船上的长距离通讯台。我打开设备，调试着频道。我没有选择加密频道，而是直接切入了这个区域最常用的几个公共求生频道。末日之后，很多幸存者团队都会用这些频道交换信息。我相信江荣的车队里一定有人在监听。所有在海参崴附近的人听着，我是堡垒号的船长江宁。就在刚才，一支由江荣带领的车队攻击了我的船。他们用的是铝热剂燃烧弹，想把我和我的船一起融化。你们可能不知道江荣是谁，她是我父亲的女儿，一个被宠坏的蠢货。她为了抢走我的船，和城里的丧尸王达成了协议。她把你们当成炮灰，引开丧尸的注意力，好让他对我下手。但是他失败了，丧尸王背叛了他，现在正在攻击他的车队，这是他愚蠢的代价。我在这里给车队里的每一个人一个忠告：你们的老板，我父亲江卫国，他要的是一艘完好无损的船，而他的女儿江荣却只想毁掉他，还差点害死你们所有人。跟着一个蠢货是没有未来的，你们自己选。说完，我直接关掉了通讯。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就会自己生根发芽。原来是这样，我们拼死拼活的冲锋陷阵，结果只是大小姐用来对付她姐姐的炮灰。她居然还跟丧尸王做交易，疯了吗？都怪你！要不是你天天在我耳边念叨，我怎么会来招惹他？刚才通讯器里的声音是江宁，我能想象到现在整个车队的人是怎么看我的。我的威信在这一刻荡然无存。蓉蓉，你打我？打你怎么了？你就是个废物，除了哭还会干什么？现在好了，船没抢到，人死了一大半，我爸要是知道了，饶不了我。我是黑豹，大小姐的指挥是错误的，现在车队由我暂时接管，通知所有人不要再听她的任何命令，
找到安全地方后，立刻联系老板。收到。早就该这样了。现在没人会来打扰我们了，开始干活吧，把船修好，然后去把那个仓库里的东西拿回来。我第一次发现，江宁不仅能对付丧尸和怪物，对付人，江宁的手段可能更狠。江荣整个人都疯了，他没有受伤，但脸色比死了还难看，头发凌乱。废物，都是废物！他尖叫着，声音因为愤怒和恐惧而变得嘶哑。黑豹捂着流血的胳膊从卡车上跳下来，脸色同样惨白。大小姐，那个东西，那个女丧尸，她根本不是跟我们合作，她就是在利用我们。我有你个小可爱说。江荣反手就是一巴掌，狠狠扇在黑豹脸上。黑豹不敢还手，只能低着头。我爸呢？江荣喘着粗气问。老板他……黑豹的声音在发抖。老板说的那辆指挥车被军舰的炮弹直接命中。江荣的身体猛地一僵，眼神里充满了难以置信。你说什么？老板没了。黑豹艰难地吐出几个字，周围死一般的寂静，所有幸存的保镖都低着头，不敢出声。江荣的嘴唇哆嗦着，他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发不出来。他那个不可一世的父亲，那个把他宠上天的父亲，就这么死了，死在了他一手策划的行动里。不可能。他喃喃自语，一步步后退，直到后背撞在了冰冷的车身上。巨大的打击让他的大脑一片空白。车门打开，李琴连滚带爬的从车上下来。他听到了刚才的对话，整个人都崩溃了。老姜，我的老姜啊！李琴扑到江荣脚边，抓住他的裤腿，嚎啕大哭。蓉蓉啊，你爸他没了，我们现在怎么办啊？我们没吃的了，车也坏了，我们都要死在这里了。李琴的哭喊声刺进了江荣混乱的脑子里。怎么办？对啊，怎么办？父亲死了，队伍没了，最大的靠山那辆装载着铝热剂燃烧弹的重卡也被那个女丧尸捏成了废铁。他们现在只剩下几个人和2辆破车，而那个该死的江宁还完好无损地躲在他的铁壳子里。凭什么输的是我？一股比失去父亲的悲痛更强烈的恨意瞬间占据了江荣的全部思绪，都是因为江宁，如果不是他，父亲就不会死，我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闭嘴！江荣猛地一脚踹开还在嚎哭的李琴，李琴被踹倒在地，愣愣地看着女儿，眼前的江荣眼神凶狠的像一头受伤的野兽。江荣没有再理他，而是死死盯着海参崴港口的方向。他的理智已经被嫉妒和仇恨烧光了，他现在只有一个念头，就算同归于尽，也要毁了他。黑豹，大小姐，我们还剩下多少礼物？黑豹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还剩下2箱，够了，足够送我那个好姐姐一份大礼了。他转过头看着残存的几个手下，你们还想不想活下去？没人说话，但所有人的眼神都充满了恐惧和绝望。想活就听我的。江荣的声音带着一种蛊惑人心的魔力。江宁的船被困在船坞里了，动弹不得。他的船再坚固，也只是一个铁棺材。我们只要想办法把炸药送到他的船底下。黑豹的瞳孔一缩，大小姐，这太危险了。那个女丧尸还在，他不会管我们的。他的目标是江宁，我们在他眼里只是几只可以随手碾死的虫子。只要我们不搞出大动静，悄悄地潜过去，他不会注意我们。他环视着众人，一字一句地说道：“只要炸成了江宁的船，船上所有的物资都是我们的。那些食物，那些武器，足够我们活下去。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在活下去的诱惑下，几个保镖的眼神开始动摇，他们已经没有退路了。看着他们的反应，江荣笑了：“准备一下，天黑之后我们就行动。”他说完，不再看任何人。转身爬上了那辆破烂的小卡车，车厢里，李琴还在小声的抽泣。别哭了，哭能换来食物吗？李琴吓得立刻闭上了嘴。江荣从旁边的工具箱里拿出了一卷胶带和一个定时器。姐，你不是喜欢待在船上吗？这一次我就让你和你的破船一起沉到滨海最深处，永永远远的待在一起。夜色降临，海参崴的夜晚没有灯光，只有无尽的黑暗和寒冷。船坞里，我和林诺已经把能用的维修工具都搬到了船尾，绒门吊在头顶上嘎吱作响，将备用的钢板一块块调运过来。修复工作比我想象的要艰难。不行，委托的传动轴变形太严重了，必须整个换掉。船上有备用的吗？有，在底层的仓库里，但是更换需要先切断旧的，再把新的焊接上去，这至少需要10几个小时。10几个小时，时间太长了，我总感觉不安，眼皮一直在跳。先别管尾舵了，优先修复螺旋桨，只要船能动起来，哪怕只是一个方向，我们就有机会冲出去。林默点点头，开始调整方案。我则回到驾驶室，紧紧盯着监控屏幕。闸门口堆积的集装箱像一座小山，给了我一丝安全感，但我的目光却始终无法从远处那栋大楼的楼顶移开。那个女丧尸王从下午开始就一直保持着那个姿势，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像。她到底想干什么？就在我全神贯注地盯着她时，监控画面的一个角落有几个微不可察的黑影动了一下，我的心猛地一紧，我立刻切换视角，将画面放大。那是在距离船坞几百米外的一片废弃仓库区，几个黑影正借着集装箱和废墟的掩护，鬼鬼祟祟地朝着我的方向移动。是江荣他们竟然还赶回来。林诺，有人过来了，立刻停止所有作业，关闭所有灯光。收到。船坞里瞬间陷入一片黑暗和寂静，我屏住呼吸，将所有监控都切换到红外模式。那几个黑影在黑暗中变得清晰起来，一共5个人，为首的
正是那个叫黑豹的男人。他们每个人都背着一个沉重的背包，动作小心翼翼，显然是受过专业训练。他们没有走正门，而是绕到了船坞的侧面，那里有一排通风管道，直接通向冰冷的海面。他们的目标不是闸门，是水下。一个黑影正贴着船坞外的墙壁，鬼鬼祟祟地朝着堡垒号的船底靠近。是黑豹，他身上背着一个大包，看形状是炸药。他们来了！我猛地站了起来，林默也凑了过来，看到画面后，脸色瞬间煞白。他们想炸船。几乎在同一时间，另一个方向的监控里也出现了2个人影，同样背着炸药，从另一个角度包抄过来。而江荣和李琴则躲在远处的一堆集装箱后面，拿着一个望远镜，紧张地看着这边。他们果然没走。怎么办？我们的机枪够不到那个位置，那是射击死角。我没有慌，因为从他们被打退的那一刻起，我就在等，我在等他们卷土重来。我看着屏幕上那几个越来越近的黑点，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你们以为我的堡垒号只有机枪吗？林默，去打开船底的排水阀。排水阀？现在？林默愣住了。对，现在把左右2侧的排水阀全部开到最大。林默虽然不明白我想干什么，但还是立刻跑去执行命令。我则走到了驾驶台的另一个控制面板前，那里有一个平时根本用不上的红色的按钮，按钮旁边写着2个字：电网。这是我当初为了防止有人从水下偷偷爬上船，特意让父亲加装的防御系统。整个船身的水下部分都可以瞬间释放高压电流。我看着黑豹他们像几只愚蠢的虫子，已经潜入到了船底的正下方。他们开始从背包里拿出炸药，往船底安装。通过水下声呐探测器，我甚至能听到他们安装定时器的滴答声。好了，我这边装好了，我这边也好了。黑豹的声音从我安放在船底的窃听器里传来，带着一丝兴奋。很好。设定5分钟后引爆，我们马上撤。他以为自己胜券在握，他不知道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监视之下。江宁，你这个贱人，去死吧！是吗？我按下了那个红色的按钮，一道道蓝白色的电弧瞬间在堡垒号的船底爆发，将周围的海水都照亮了。高压电流瞬间包裹了整个船身，那几个保镖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就被高压电瞬间变成了焦炭。我通过水下摄像头清楚地看到黑豹的身体在水里剧烈的抽搐，那几具焦黑的尸体和他们还没来得及启动的炸药包一起，缓缓沉入了黑暗冰冷的海底。世界清静了，远处拿着望远镜的江荣亲眼目睹了这恐怖的一幕，他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身边的李琴更是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裤子都湿了。不，怎么会？江荣的嘴唇在发抖，他无法理解刚才发生了什么。妹妹，这份大礼喜欢吗？我的声音不大，却像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了江荣和李琴的心上。是你，江宁，你这个贱人！是我，现在轮到你们了。我的话音刚落，堡垒号船头的2座遥控机枪塔缓缓转动了起来，黑洞洞的枪口精准地锁定了他们藏身的集装箱。江荣和李琴抱着头，发出惊恐的尖叫，在弹雨中狼狈地翻滚躲闪。我没有想直接打死他们，那样太便宜他们了。我要让他们体验我曾经体验过的。我操纵着机枪，故意打在他们的脚边，打在他们的头顶，看着他们像2条丧家之犬一样在地上爬行，在废墟里躲藏。救命啊！别开枪，别开枪！江荣咬着牙，一言不发，眼神里的怨毒几乎要化为实质。就在我玩得正开心的时候，一直没有动静的女丧尸王突然有了动作。她缓缓地从高楼上降落下来，悬停在了江荣和李琴的上空。她冰冷的目光居高临下地看着这2只正在被我戏耍的蝼蚁。我的心猛地一紧，立刻停止了射击。我明白，现在的情况已经不是我能控制的了。她悬在半空，像一个高高在上的女王，俯视着地上那2只瑟瑟发抖的虫子。江荣和李琴也停止了尖叫和躲闪，他们抬头看着天上的那个身影，脸上的血色褪得一干二净，只剩下纯粹的恐惧。一个疯狂的念头在我脑中闪过，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彻底解决掉他们，而且不用我亲自动手的机会。江荣，你看，你又输了。你爸死了，你的人也死光了，你现在像条狗一样趴在地上，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因为你太蠢，也太贪心，你非要来惹我。江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你没机会做鬼了，不过你说的也不全对，把你害成这样的也不光是你自己，还有他啊。我说的他指的自然是天上的女丧尸王。这句话像一个火星，瞬间点燃了江荣心中最后那点疯狂的理智。他失去了父亲，失去了队伍，失去了一切。现在他被我用机枪像狗一样戏耍，还要被那个怪物像看戏一样盯着。还有你这个怪物，都是你的错。要不是你，我爸不会死，我不会变成这样。你这个怪物，你不得好死！蓉蓉，你疯了，别说了，快求饶啊！一直面无表情的女丧尸王，那双冰冷的眸子里闪过一丝极度厌恶的神色，仿佛一个正在欣赏戏剧的观众被一只嗡嗡叫的苍蝇打扰了兴致。她甚至都没有看江荣一眼，她只是抬起手，
对着那片狼藉的废墟轻轻一握。不远处，一辆被炮弹掀翻的卡车残骸上，一根被炸断的长达数米的公字钢梁突然自己动了起来，它像一条被唤醒的毒蛇，猛地从废墟中弹起，带着尖锐的破空声划破夜空。一声闷响，李琴的求饶声和江荣的咒骂声戛然而止，鲜血顺着钢梁和地面接触的缝隙缓缓流淌出来。江荣的眼睛还大睁着，里面凝固着最后的怨毒和不甘。李琴的脸上则永远定格在了那一瞬间的极度惊恐，整个世界瞬间安静了。我坐在驾驶室里，看着监控屏幕上这血腥的一幕，心脏不争气的狂跳了几下。死了，就这么死了，被我恨之入骨的两个人，以这样一种我完全没想到的方式结束了他们的生命。我没有感到大仇得报的快感，只有一种发自骨子里的寒意，因为我知道那个女丧尸王不是在帮我，她只是在清理垃圾，清掉了2只打扰她看戏的聒噪的虫子。做完这一切后，女丧尸王转过头，隔着几百米的距离，那双冰冷空洞的目光再次落在了我的堡垒号上，仿佛在说：好了，碍事的家伙都解决了，现在轮到我们了。我握紧了拳头，手心全是冷汗。这片废弃的港口，这个巨大的猎场里，现在只剩下我们2个了。我通过监控看着悬在半空的那个身影，我和他对视着，我知道他在想怎么弄死我，而我也在想怎么弄死他。机枪没用，电网也只能在他接触船体的时候起作用。我需要一个更厉害的，能一次性解决他的东西。我的脑子飞快地转，突然我想起了一样东西，铝热剂燃烧弹。江荣他们的车队里，那辆被女丧尸王捏成废铁的重型卡车上装的就是那个。那东西能产生几千度的高温，足以融化钢铁。我不信他的身体比钢铁还硬。卡车的残骸就在离我们不到300米的地方，这是一个机会，一个搏命的机会。林默，我在。听着，我需要你去一个地方拿一样东西回来。太危险了，你一个人在船上，他会杀了你的。他本来就要杀我，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我去把他引开，你趁机去拿东西。你小心。说完，他拿着一把步枪离开了。我深吸一口气，再次打开了扩音喇叭。喂，我的声音在寂静的港口里回荡。女丧尸王那空洞的目光聚焦在了我的驾驶室上。你不是很厉害吗？躲在天上算什么本事？有种就下来。他没有动，只是静静地看着我，像在看一个上蹿下跳的小丑。我心里一横，操纵着船头的机枪，对着他脚下的那栋高楼疯狂扫射。子弹打在水泥上，碎石飞溅。这种程度的攻击对他来说，跟挠痒痒没什么区别，但这是一种羞辱。它缓缓地从空中降下，像一片没有重量的羽毛，朝着堡垒号飘了过来。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它越来越近了，近到我能通过驾驶室的防弹玻璃看清他那张没有一丝血色的脸。也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林默的身影已经成功潜入到了那辆重卡的残骸边。机会来了，我没有丝毫犹豫，猛地按下了电网的按钮，同时我将扩音喇叭的音量开到最大，放出了最高分贝的警报声。刺眼的电弧瞬间从船身爆发，照亮了周围的海面，尖锐的警报声刺破了夜空。女丧尸王显然没料到这一手，她本能地向后飘退，虽然没有直接电到她，但这突如其来的声光刺激成功地激怒了她。然后她动了，她直接落在了我的驾驶室顶上，我头顶的钢板发出了令人牙酸的扭曲声，厚重的合金板被它像撕纸一样慢慢撕开，船身在剧烈的摇晃。我死死地抓住控制台，眼睛却紧紧盯着监控画面里林默的身影。林默已经从变形的车厢里拖出了一个黑色的圆筒状物体，正拼命地往回跑，头顶的撕裂声越来越响，一只苍白的手从裂缝里伸了进来。我抓起身边的一把消防斧，用尽全力朝那只手砍了过去。斧头砍在他的手上，就像砍在了钢板上，直接被弹开，震得我虎口发麻。紧接着，整个驾驶室的顶棚被一股巨力猛地掀开，他就站在我的头顶，居高临下的看着我，像看一只笼子里的老鼠。我绝望了。就在这时，我的通讯器里传来了林默嘶吼的声音，接着一个黑色的圆筒从船尾的方向被用力扔了过来，划出一道抛物线，精准地落在了驾驶室里，是铝热剂燃烧弹。女丧尸王似乎察觉到了危险，她低头看向我脚边的那个圆筒，我没有给她任何反应的时间。我抄起那个圆筒，拔掉了保险销，用尽我这辈子最大的力气，把它砸向了站在我头顶的女丧尸王。她下意识的一挥手，那个圆筒被她拍飞，撞在了旁边一座巨大的龙门吊上。她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嘲弄，仿佛在说：就这。我按下了手里一直攥着的一个微型引爆器，我扔出去的是经过改装的一团比太阳还要刺眼的白光，在龙门吊的半空中猛然炸开。女丧尸王被那团白光整个吞噬了进去，她的身体在白光中像蜡烛一样迅速融化燃烧。她想飞走，却只挣扎着飞了几米，就带着一身烈火，像一颗陨石直直地坠落进了冰冷的海水里。大量的蒸汽升腾而起，海面上冒着滚滚的白烟，仿佛烧开了一锅水。过了很久很久，海面才重新恢复平静，一切都结束了。我们成功了。我没有回答，我只是看着远处海平面上慢慢露出了一丝鱼肚白。天亮了。